我从江西老家出来大概半个月，天天下雨，今天终于天晴了，等了好久啊。很多人喜欢看电影电视剧，经常有个功夫片、动作片，就是武打片这一类的。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非常了不起啊，在贵州大山深处，这里属于贵州黔东南的天柱县。我现在在这里呢是一个侗寨，在网上看资料说，这个侗寨里面的人呐，男女老少，就是说全村的人可能都会功夫。今天就来这里探索一下，相当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其实我们经常说世外桃源，现在可以说世外桃源，那么在以前呢，其实就是与世隔绝的地方。小桥流水人家，这个侗寨听说大概有600年的历史。那么以前呢是在深山老林里面，其实相当于是与世隔绝。只是说最近呢几年，因为旅游发展起来了，现在被大家所认知、所熟知。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叫做甘溪功夫村，就在天柱县，离天柱县大概就是20公里。功夫村庄，你看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功夫动作，在习武一样的。这个侗寨等一下好像还有训练，就是一些小孩呀，从小教育在练习武术，等一下应该能够看得到。其实同样的存在了这么500-600年的寨子啊，它很多建筑都是保留下来的。我刚才看了资料，它这个地方木质结构的房子啊，是整个天柱县最多保存最完整的，大概有100座吊脚楼，100年以上的有很多。现在去上面走一走。同样的啊，这种寨子里面也是不通公路的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你们家是吧？啊，前面还种了一些菜呀。那挺好的。好啊。你们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？40多年了。40多年的房子啊，看起来挺新的。这边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房子啊。像这个菜园子就在家门口，那个过一段时间长起来了，家门口就可以摘菜吃了。哇，这里非常奇特啊！你看到上面是房子，下面还有一个稻田一样的，这个之前还种过水稻，因为看的那个痕迹就知道。关键里面现在还养了鱼，很有意思啊！这个我还真的第一次见，就在家门口有一个这样的稻田，很好玩。然后从这里上去呢，都是这些老房子、吊脚楼，因为苗族也好，侗族也好，它很多房子啊都是木质结构的。为什么啊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因为刚才问了一下当地村民，这个地方大概7年才通公路。那么在7年之前，我们知道砖是不可能运进来的，所以呢，它建设的房子的话，基本是在大山里面就地取材，用木头、用石头这些。所以说，整个古寨、古村落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眼前看到这栋房子，刚才那个奶奶说大概有40年，看起来是不是很敞亮啊，很光滑一样的？这个是刚刚刷油，因为一般农村的房子啊，很多都会用油啊刷一遍，进行防蛀虫嘛。然后这个顶部很好玩，有很多这种那个长了青苔呀，这个就证明这个房子很多年了。它上面应该是树皮，是那个杉树的树皮，看到没有？全是木质结构的。然后这里还有很多木头，关键里面还有一些家禽的，我们说的像猪圈、牛圈一样的。当然现在可能养的少了，但是还是有的。我们往这边走走，这个房子你看，闻一下啊，
还有一种那种油的味道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有点不像桐油。我刚才问了一下那个奶奶呀，可能是现在就是说这边搞旅游开发，所以把旧的这些房子啊都粉刷一遍，相当是。尽管说这些都是木房子，但是呢，现在有一些现代生活的气息。你看这个窗户是不是跟我们城市里面一样的？因为生活条件好了嘛，逐步在改善。一般的话，像这么多木头的房子，可能只能在山区才能找得到，因为要不然很多地方的房子啊，现在都换成了砖结构的。给大家看一个很好玩的，大家认识这个是什么吧？我们说的沙发，它这个叫躺椅，是用竹子编成的。这个有多少人没见过了？因为现在东西都有网上买，那种折叠椅或者是躺椅都有，但是这种木头做的或者是竹子做的，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。看到没有，在房屋的旁边都是农田，远处那些有很多吊脚楼。我们拉近看一下，这吊脚楼就非常有特色，而且比较高，看到没有，挺大的。当然，现在我们脚下这些水泥石头路呢，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于是旅游景区，改善了，重新修建了。但是这种原生态的地方啊，基本上都是里面都是小路的，也就是说，在这样的村落里面，你要骑摩托车也好，骑自行车也好，上去的话，基本是不太现实的。这里呢，都是逐层上去的，也相当于是台阶嘛。这上面很多这种吊脚楼啊，现在来看看，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吊脚楼，我都感觉像2、3层一样的了。下面呢，相当于是地基吧，先往下面看看。哇，果然是如此，吊脚楼就是这样的。它这里相当于是用石头接起来，然后上面这个相当于是走廊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头顶这一块啊。来到这个地方，非常有生活气息啊，我很喜欢。但这里吊脚楼好像是2栋吧，往上走一走。看看下面这些他们的房屋啊，侗寨的，非常有特点的。这个寨子有多少年了？这个寨子啊，侗寨啊，那几百年了。你们是哪里啊？我是江西的。江西的。对。我们也是江西来呀。你从江西来吗？我们从江西搬到这的，搬到豆嘛。啊，就是祖先是吧？哦。我听说以前是没有路的是吧？没有路。什么时候修好路的？现在修这个水泥路啊。嗯。水泥路是15年修的。那也就大概6年时间。6年7年时间。对。以前没有马路，你们怎么出去呢？小路啊，走路啊。走路。那去赶一次集要多久啊？赶场啊。对，赶集。我们山是赶场。啊。赶场要去一个半小时。哦，那还好，不算太远。那您这边以前小孩读书怎么办？是村子里面有小学，还是要去镇里面？这里有小学。那初中呢？初中到外面。就是每天他们要走出去。那也好累啊。对，那是累。没办法，大山里面都是这样的。当时怎么会选到这个地方？祖先，你可能也不知道啊。那时候啊。逃荒嘛。当时逃过来，感觉也是荒地吧？是荒地。啊，您贵姓啊，爷爷？我我姓陶。您今年贵庚啊？今年贵庚啊？我70岁了。那也挺好的，儿孙满堂了。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？你租的这个房子？这个这个是86年。你建的？86年我建的。那也可以啊。自己建的。那个时候
我估计是不是这样的？为什么你们都建木房子？因为砖运不进来，没有路嘛，所以都是就近砍木材自己建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砖嘛，弄不进来。那个时候你们盖房子那个瓦怎么办？我估计瓦也运不进来呀，那个上面的瓦呀。瓦啊，这个瓦都是在我们是这样削的。哎，你还是手艺人呢，都会自己搞啊。嗯。以前你是木工吗？木工啊。啊，你是不？是吧？也做木工啊？那你也是全才啊，都会啊。你看水泥工也会，木工也会。农村的生活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养了鸡。现在鸡也是在吃午餐，相当于是。整个这边像这种老的房子啊，大概100多栋。其实从肉眼看的话，基本是看不到砖结构的。那可能它以后呢也不会修了。2个因素，一个是为了保持原汁原貌，就我们说的，它这种乡村旅游嘛，基本是这样的。另外呢，它这个古寨可能经过500、600年的时间，那么有可能也算是古民居了，一般都不会去拆的。像现在我们走的这个路，以前是没有这样的，下雨的话还不太好走，就跟现在这样的。旁边是菜园子吧，以前路可能就是这样的。前方那里也是属于吊脚楼。那这个吊脚楼大家看到没有？还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小院子一样的，把门一关，相当于是独立院落。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，这个相当于一个独立空间吧，对不对？很有意思啊，好像还有人居住。我们进去探访一下。哇，这里也有那种竹的躺椅。现在又看到这种躺椅，刚才我们看的比较旧，这个就比较新，就可以躺在这里休息啊。假如说你吃完午饭或者吃完晚饭，那要乘凉，就躺在这个相当于是阳台上面，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？是不是一种享受的生活？我现在是在这个侗寨的半山腰，可以这样说，现在站在这个半山腰下面的环境是一览无余吧。这个经常在影视剧中也能看得到，站得高看得远。那么可能在以前这种侗寨呀，它的寨主就住在最顶部，有可能啊，我是这样猜想的。我们刚刚是把车停在那里，现在那里等于修了一个小型的停车场，然后停车场上面全是这种现在整修好的石板路，就是为了大家参观用的。这里也是串园子了。下面都是红薯梗、红薯叶，然后下面是红薯。那红薯是长在土里面的。经常我们吃柚子啊，各个地方的柚子很有名，特别是广东有一个柚子非常有名。那看看长的柚子长什么样子，在树上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很多啊。这个树密密麻麻的，估计也快熟了。但是像这种太阳晒过的柚子啊，是不能吃的。太阳晒过的水果还有矿泉水这些都不能吃。这个寨子我们大概逛完了。一开始我们说这个村很多人会武术，现在去看一下他们的表演，他们的训练。都来了，这些小朋友都过来了，准备练了。跳绳我是不会，大家会不会？他这里的小孩都在训练，就是从小灌输他们这种思想。其实这样的童年也挺有意思的。这个相当于是教练，跳得很快，起飞了。有谁有这么利索吧？这个是教练，也在热身。哇，跳这个很熟练了，我不会跳。开始了，他们一般练舞的话，提前都要活动，开始压腿了。手摸脚背，痛没？放起，拉起脚。痛啊！练舞是要吃苦的。我重新，绷直啊！因为确实要拉伸的话会疼。慢点，你让他来拍个，让他要苦个了，让他拍个。
其实练武挺辛苦的。慢慢拿，慢慢拿。这应该算是正式开始了。双手抱拳、扎马步等等。一二，哈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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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，哈哈。这个是不是非常有意思？其实也能够发现很多东西啊，还是从小就训练，从小打好基础。这个武术肯定是如此的，还有一些跳舞，好像都是。让这位师傅给我们展示一下。这也是他们小孩的教练，让他给我们展示一套武术或者武功。啊，谢谢。现在我们看一个很有意思的，就这个地方。那这些看起来是稻草人一样的，其实呢，他们也就是说练武的一些动作。你像他们有些是这样的，有些是这样的。当然，我们随便展示一下，对这些不太懂。但是呢，因为这里属于功夫之乡嘛，功夫村，那这些给外人看的，那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他这个动在啊，后面可能完善的话，还有更多展示关于武术有关的东西。这里是展示的，旁边呢还有一些练功的，我们说的装备，就经常看那种木桩一样的这样的。现在我们去看看，这个应该很熟悉了，练功章，这个在叶问呐里面展示了很多次，好像是这样。当然我们不会啊，就是用手碰这个。就好像是练手的臂力还是什么，因为本身我们不太懂，但是呢，这个一般练功夫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。找不到有人给我们展示啊，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练武。如果说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可以叫他们展示一下。说到这个练武，其实很辛苦的。我们刚刚看他们简单拉练，那个小孩都疼得快哭起来了。你像我们简单这样碰一下都有点疼，然后长期这样练的话，是不是很辛苦、很累的？所以练武是必须要吃苦才行的。